今天是喀纳斯之旅的第2天，今天主要是徒步喀纳斯河。上午的天气非常好，下午天气变得阴沉起来。徒步虽然辛苦，但是心情是非常愉快的。这是喀纳斯景区里的免费公交车，准备坐公交车去换乘中心，在换乘中心继续坐景区的大巴去神仙湾。去神仙湾的这段路其实三湾这条路选择的是从喀纳斯湖的公交站往回走到喀纳斯的老桥，大概2公里。实际这一段河边栈道也正是喀纳斯湖最著名的喀纳斯河漂流的一段旅程。2公里的路程不远，边走边欣赏。这段徒步路上的河流水流湍急，确实非常适合漂流。据说喀纳斯河的漂流项目每人200元钱，可能价格有点贵，一直没有看到有人在这里漂流。
但就我徒步的感受来说，这一段漂流应该是非常值得的。在漂流的起点，我看到那里的装备是非常全的，所以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我几乎是个旱鸭子，更喜欢徒步。在整个2公里的徒步线上，我没有遇到一个游客，而这也正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徒步方式。这个漂流看着还真挺刺激的。一天的时光就这样开心的度过了。所以如果你下次来喀纳斯，我觉得可以走1-2段徒步线路。我今天走的2个徒步线路可以参考一下。总的来说，徒步的难度非常之小，统共也就5公里。9月我一定会再来喀纳斯，那时候一定是比现在更加美丽。而且我这次把老村新村的很多民宿都看了看，有很多还是挺便宜的。所以如果你想来喀纳斯，请继续关注我的喀纳斯之旅。明天准备去白哈巴，敬请关注。
今天坐车去了白哈巴景区，原计划的一日游只玩了2个小时，可能这个季节确实有点失望吧。不过今天确实有点小惊喜，因为发现了几个不错的吃住行的地方。如果你想来喀纳斯，就看完这个视频当做攻略吧。今天是新疆喀纳斯之旅的第3天，准备去白哈巴景区。这里是喀纳斯大街，也是游客中心的所在地。白哈巴景区需要单独买门票车票。去白哈巴需要办理边防证，立等可去。白哈巴景区的门票车票是75元。买完票，继续在这里的换乘中心乘车。白哈巴算是喀纳斯的3个著名村庄之一，一个是喀纳斯村，一个是禾木村，还有一个就是白哈巴村。白哈巴村离喀纳斯村大约30公里，路上的风景感觉还不错。中途有一个观景台，大巴车停下来让大家拍照。这里的视线非常开阔，汽车继续前行，半个多小时后来到了白哈巴。白哈巴算是喀纳斯景区3个村庄里游客相对少的一个。像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白哈巴可看的景色不多，连司机都说1个小时就够了。在村庄的入口，大巴把游客放了下来，自己徒步前行。进村的路上有一些森林，不到10分钟就看到了农舍，这里很多的牛。前面就是白哈巴村了，感觉村里都没有什么村民。这里所有的房子都是木质结构，第一感觉这里确实不太像是个景区，就是个小村庄。村子里有很多的客栈，和这里的客栈老板聊了聊天儿。现在村里的木屋都是用来出租的，像这样的木屋现在的价格200块钱，但秋天的价格会翻上1-2番，而且必须提前预定。从村口景区的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个村子有2个观景台，一个是巴特尔伊观景台，上去看一看。建议坐景区车来的人先去这个观景台。这个观景台是在旁边的小山上，大概100-200米高。从这里望下就可以看到整个白哈巴村，远处还可以看到邻国哈萨克斯坦的山。这是一个
边境小镇，号称中国的西北第一村。现在下山，前往下一个观景台。村子里人真的非常少。从这里的山峦植被看，确实秋天会更美。这个就是白哈巴的另一个观景台。观景台上有个石碑，白哈巴，西北第一村。基本上村子就这么大，如果没有秋色欣赏，1-2个小时基本也差不多了。当然，如果你足够细心，这里还有1-2个小景点可以逛一逛。在白哈巴停留了2个多小时，开始坐车返回。我个人的建议，如果不是在秋季，其他的时间，这个白哈巴可以放弃。不过在返程的路上，景色确实是比较漂亮，路上有大片的草甸和成群的牛马。可惜这一段不能自驾，不能够停留观赏。不过白哈巴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可以自驾进入，但如果自驾，你必须从很远的地方绕过来，不能从喀纳斯进去。如果你自己自驾来喀纳斯，建议你直接自驾到这边的景点进入。尤其是秋天，白哈巴这边不用排队，而且据说一路的风景也不错。看看，这就是返回喀纳斯路上的风景。前面这个是进入喀纳斯的检查站，在这里进出都要检票。现在远处看到的山上的建筑就是观鱼台。这段路上的风景真的很美，就是可惜不能下车，而且据说这里也不能徒步。远处的大草甸上，密密麻麻的房屋，就是喀纳斯的新村。坐景区的免费公交车也可以到达新村，那里有很多的住宿。相比于老村，那里就会安静很多。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住在新村的游客非常少，几乎都住到了老村。看看前面的景色多美。下午2点多就回到了喀纳斯老村。老村里有非常多的客栈，相对来说比其他地方都热闹一些。这里现在大部分的客栈价格都在300以上，贵一点的还有400到600的，秋天都至少翻1-2倍。在这家吃中饭的时候，看了看他家的住宿，我个人感觉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客栈布置得很温暖。因为9月会再来，就到他家的客房看了一下，房间也是小木屋，很大很干净。老板说现在住280就可以，还说再送30块钱的早餐，所以立刻觉得这家的性价比不错，9月可以考虑住这里。下午下起了雨，准备离开喀纳斯村去禾木，准备出喀纳斯景区，在贾登峪住一晚。这是住宿老板开车来接。贾登峪就是喀纳斯景区的入口地方，老板的客栈离景区入口5分钟，
所以特意开车来接。到他家后有点吃惊，因为他家的住宿费只有150，没想到风景这么美。感觉来到了瑞士一样。这一栋栋五颜六色的小洋楼还真的挺漂亮的。而更让我惊喜的是，客栈后面就是一座美丽的小山。这里现在开满了鲜花。登上小山头，看看这片美丽的房屋。没想到临时决定在这里住一晚，却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天好像要下雨了，往回走。前面一群牧牛。多漂亮的现代田园风光啊！如果你下次来喀纳斯，不想住景区里，也可以在这里住一下。感觉我今天为大家推荐的2个住宿，性价比都是不错的。明天准备去和睦景区，请继续关注北京老刘给你带来的喀纳斯之旅的各种吃住行攻略。